担子都打下来，原来你们不干过了啊？好了。今天我们的师傅都过来做工了。昨天是下了雨，大家都在家里面休息。看这个门窗都已经安装好了，但是感觉和以往我们在其他工地做的好像不对。之前别人安装门窗的时候，我们的施工还没有完成，他们不会安装玻璃，只是把这个窗户的门框安装好。但是这个师傅呢，他们是直接把玻璃、纱窗什么都安装了。那后期我们粉刷涂料的时候肯定会弄脏，一不小心也可能把玻璃给弄破。反正什么都不说，我只是告诉大哥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弄坏了玻璃或者弄脏了玻璃，你自己去处理。那现在他和这个老板怎么协商是他们的事情。自从改造了这栋房子，以前这边是荒无人烟，现在几乎每2-3天就会有人过来参观。大家都想不通，为什么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又是独门独院，有人愿意花这么多钱来这边改造一栋房子？而且他们听说这栋房子5000块钱买下来的，他们都说了，就算不要钱，本地人都不要。这栋房子因为如果没有装修改造的话，是没办法住人的。这栋房子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花了10多万了，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。这边都是当地的一些村民，他们呢偶尔2-3天又会过来看我们做工。在八字上还漂亮，八字砖啊，八字砖，哎，八字上还漂亮，八字砖哦。这个多家人跟你讲，我们过路都胆子大些，又闹热气。那当然嘛。那你们要那个店里头发了啥的，那个店里发了这些。啊？你不会的。会的。你们胆子都大些了，原来你们不干过了啊？好了。他都要我把嘴巴来的，不然我就不哦，胆子太小了。大白天有什么怕的嘛？这个怕，这个原来就是给我老大一过节，给我老二过节，是我老二铁板子。现在师傅他们和点水泥砂浆，要把1楼的位置，也就是装模好的位置，要打混凝土了。这位阿姨呢，也是80多岁的年纪了。今天天气还比较好，拄着一个拐杖就走过来了。从这边到村里面有1000多米远。以前这边呢是他们家的土地，这栋房子呢，在20多年前是把这块地呢租给了当地的一个老板，在这边呢种植花椒。然后在08年的时候，一场雪灾把整个花椒树呢冻死了，就再也没在这里啊种植花椒，然后就下山了。房子呢就一直从那个时候啊空到现在，没人居住。阿姨也说了，当年这个地方呢也是荒无人烟，而且不通公路，在这里居住的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。他原本以为是这个花椒的老板继续把这里的房子给修缮，然后在这里呢继续去做一些种养。实际上这个老板呢，在这栋房子的旁边租了将近是85亩的地，时间还没到，他租的是40年的时间，还有差不多20多年一点吧。所以当地人都以为这是花椒老板继续在这里投资的，他们都没有想到这是湖北的一个大哥看中的房子，在这边买了，然后花了几十万在这里把它修建出来养老。其实和这个阿姨也是一样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拍视频的话，这个湖北的大哥肯定不会来到湘西这么偏远的地方买房子，对不对？一切也都是缘分吧。这栋房子呢，从一开始买的时候就是有很多，怎么说呢，就是牵涉的很多。比如说这块地呢不是建房的这户人家的，地是别人的，房子是他们家的，
然后我们买房的同时呢，先把房给买了，然后还要把地给处理好。如果只买了房，没有地来用的话也不行。之前在拍视频的时候，大家都说，尤其是说我说的比较多，都说这栋房子，然后产权还没有明确就卖给湖北大哥。当时大哥呢也是因为贪一个便宜嘛，5000块钱能把房子买下来，然后这块地呢再和地主再去商量一个大概合理的价格，再把它盘下来。当然现在地价呢还没有出来，因为这个大哥就说，反正以前已经答应了给这个花椒老板，然后也是一样的，把地呢答应给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的去使用就行了。最少都有20年的使用时间。大哥也说了，也就是湖北大哥也说了，他说只要能够用20年也是完全足够了。现在50多岁，到了70多岁，快80岁的年纪，那时候可能也想回到自己的老家去了。就是这几十年呢，想在大山里面住一住，搞点种养啊，创点业啊，在山里面养点牛、养点羊啊，锻炼一下身体，就是这样子。如果到时这个地主回来，能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，也可以把这块地呢完全给买断下来，在这里呢达到一个永久居住的状态。其实我也是能理解的，因为现在从城里面到农村来买一套房子养老，少说可能房子都是3、5万吧，价格都比较便宜。但是要想把一栋房子改造成为自己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，最少都会花费好几十万。前这2年我们都改造了江边的房子，也做过一些大概的费用统计，基本上改造的2、3栋房子，最后改造出来的成本都在4到60万之间。包括在3面反水之上的那栋木房子，岳阳的大哥他们3个人自己改造，自己请工人，最后也花了48、9万。其实改造的费用也是特别大的，包括现在我们改造的这栋房子，湖北大哥呢是全权交给我们来包工来做，整个工时呢是200个工，然后所要用到的材料也是很多，加起来的话，整栋房子改造完成也是好几十万吧。总体来说，大哥买的这栋房子还是比较划算的，整个房子的费用才5000，最少都有20年的使用时间。比如说租一栋房子，1年也最少吧，像这2层楼的也是最少2000块钱1年要吧，那20年的时间也是4万左右，对不对？相当于他只花了5000块钱，如果是没有谈好这个地的话，那也就是5000块钱使用20年。如果谈得好，再花个1到2万或者几千块钱把这块地买下来，那就达到了一个永久居住，那岂不是赚了一大笔呢？对不对？阿姨也告诉我，实际上她今天过来也是有个目的的。这么久，她听说他们家的地有人在占用，有人在修房子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今天天气比较好，她特意从村里面叫了一个大姐陪她走过来看一看。看到我们在这边改造，然后我说出他儿子的名字了，知道了一些来龙去脉，他也没有过多的去说什么。他说和他儿子把这个地的事情处理好，他给我们用就给我们用，他什么也不会说。其实在当地只要和这边的人呢好好的相处去说，还是说得通的，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想来分一杯羹，想来去找我们的麻烦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挺好的。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这栋房子花了这么多钱，大家觉得值不值呢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